Hello，大家好，我係比特幣家伙。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奴隸制呢？大家會唔會覺得咧奴隸制其實係一啲好耐歷史嘅嘢嚟嘅呢？咁今日咧，我想講下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奴隸制其實仍然存在嘅喎，只不過咧係換咗形式咁解，而且咧個規模咧比以前咧更加大。以前咧係用鎖鏈去奴役你，而家咧係用債務去奴役你。咁首先想講嘅係咧，呢啲奴隸制嘅枷鎖咧，往往都係伴隨住一連串嘅謊言打造而嚟嘅。咁喺以前嘅奴隸制，究竟有啲咩大話去 keep 住幫大家洗腦嘅咧？包括咧，你哋啲奴隸天生低等，根本就唔需要自由。奴隸制係對社會有利嘅喎。奴隸制度自然會消失㗎啦，唔需要反抗㗎喎。OK，咁以上呢一啲大話嘅作用咧，係用嚟合理化咧當權者嘅壓迫，令到啲奴隸咧甘願被剝削，或者令到旁觀者咧盲目咁樣去接受呢件事。咁至於現代嘅奴隸制係講啲咩大話同你洗腦嘅咧？適量嘅通脹係對經濟好㗎。政府會話咧，其實通脹係必要嘅，咁某程度上咧其實係啱嘅。但係咧呢種必要咧，唔係對市民嘅必要，係對政府嘅必要，因為所有政府咧都係洗突咗嘅會，所以通脹其實係一種隱形嘅稅收嚟嘅，係用嚟填補政府嘅開支同埋蠶食我哋嘅購買力。咁佢哋話2% 嘅通脹係健康嘅話咧，如果喺金本位嘅時代咧，都仲講得通，因為金嘅生產咧大概每年係增加2% 左右。咁但係脫離咗金本位之後咧，成件事就唔 make sense 噶咯喎。即係話而家每年偷取你2% 嘅購買力係合理嘅喎，因為啲錢係無中生有噶嘛，佢哋都仲未計咧，好多時候係唔止2% 嘅喎。就算真係做到嗰個消費物價指數2%，其實佢哋係會透過降低你嘅生活水平去降低嗰個指數。等你唔會覺得咧個通脹係咁厲害。第二個大話咧，努力工作咧就會成功㗎啦。咁努力固然重要啦，咁但係我哋係應該 work smarter，唔係淨係 work harder。但係最重要嘅嘢係呢個系統根本就唔公平。普通人咧就賣時間賣勞力去換取咧不斷被貶值嘅法定貨幣，導致啲嘢越嚟越貴。咁所以我哋買樓要供，買車要供，學生貸款要供，強迫金都要供。喺大學時候已經要開始灌輸你不斷要負債呢一個邏輯。而啲大財團就係透過收取手續費、管理費、利息，佢哋就可以揞腳賺大錢。但係金融危機嘅時候咧，裁員嘅係啲基層嘅市民，政府救嘅咧係啲大銀行、大企業。咁所以所謂公平競爭或者努力就會成功呢啲嘢，其實根本只係一場被操控嘅遊戲嚟嘅。第3個大話，選舉可以改變未來。咁每次選舉邊個地方都好啦，咁你就要投票。咁但係換嚟嘅係乜嘢咧？無論邊個政府又好，邊個總統上場又好，其實都係一樣嘅。雖然可以投票，好似個決定權喺返我哋手咁樣，但係真正嘅遊戲規則咧，一早已經寫好晒。啲經濟政策其實都係一樣，因為佢哋唔會放棄中央銀行，佢哋唔會放棄印錢，佢哋唔會放棄有無中生有呢一個超能力。第4個大話，政府控制貨幣係為我哋好嘅。其實人類大部分嘅歷史咧，貨幣都係一啲民間嘅智慧嚟嘅，只係近代先係政府掌控呢個貨幣。因為現代嘅金融理論咧，其實係有咗中央銀行之後先出嚟嘅，即係話佢哋可以印銀紙去資助啲大學去製造好多現代嘅經濟學家出嚟，去 justify 呢啲謬論。實際上咧係政府同埋央行咧亂咁印銀紙，同埋操控利率去令到個市場不穩。跟住想講下咧，點解大部分人咧都好似意識唔到呢個現代奴隸制嘅存在咁嘅？
首先咧，大部分人其實都係冇乜獨立思考嘅能力嘅，都係人哋做乜佢就做乜，阿媽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咁其實又好難怪嘅，因為人係群居嘅生物，咁自然會有羊群嘅心理啦。而且咧，我哋嘅教育制度其實係起源於工業革命噶嘛。咁工業革命最緊要就係要啤一啲聽話嘅工人出嚟做嘢咯。咁所以久而久之，我哋就會有一個 system 係要聽話，要服從。所以係唔想我哋有太多獨立思考嘅能力嘅。咁第二樣嘢根本就係冇時間去思考咯，因為人工追唔到通脹。咁我哋覺得自己窮，咁咪要努力返工，越返工就越窮，越窮就越返工。咁加上大部分主流嘅媒體都會宣揚一啲享樂嘅主義，咁令到咧我哋有時間咧都去下旅行啊，去玩下食下嘢啊咁樣，返工咁辛苦。咁所以大部分人都會好似隻老鼠咁樣喺個籠裏邊跑圈，初頭跑3個圈就俾一滴水你飲，之後跑5個圈先俾一滴水你飲，跟住跑10個圈先俾一滴水你飲，不斷惡性循環。跟住想講下咧，其實我哋有冇方法可以打破呢個枷鎖咧，跳出呢個老鼠籠，逃離呢個現代嘅奴隸制嘅咧？首先第一樣嘢要做嘅咧就係要醒覺，認清楚呢啲謊言背後嘅來龍去脈。咁跟住要做嘅嘢就係 opt out，反台，唔去參與一啲唔公平嘅遊戲。不過好坦白講咧，喺唔使好耐以前咧，就算我哋意識到呢一個現代奴隸制咧，我哋都基本上冇辦法去跳出呢個 matrix 嘅，最多咧只係做一啲無謂嘅抗爭。咁但係咧今時今日咧就唔同啦，因為咧你好彩啦，我而家咧就送2個法寶俾大家。咁第一樣咧當然就係比特幣啦，因為佢係抗通脹、抗審查嘅 freedom money。咁當權者咧就會唔中意比特幣，因為佢哋唔能夠操控佢啊嘛。同埋當權者係唔想我哋擁有真正屬於我哋自己嘅財富。最重要係比特幣長遠係會取代佢哋而家呢一個 fiat 嘅龐氏騙局。咁第二樣嘢咧就應該大部分人都未聽過嘅，就叫做 Nostr。咁我咧其實自己都係玩咗2個月左右嘅時間嘅啫。咁有機會將來再講多啲啦。咁簡單嚟講咧，佢好似 Bitcoin 咁，都係一個 protocol 嚟嘅。咁咧，你可以透過同一對 key pair 咧，喺上面唔同嘅 app 嗰度遊走，唔似得而家嗰啲 app 咁樣咧。Facebook 一個 account，WhatsApp 一個 account，Twitter 一個 account，YouTube 一個 account。同埋最緊要係你唔需要驚，唔知幾時你會俾嗰個平台 ban 咗。唔需要驚自己冇咗咁耐以嚟辛苦嘅創作，冇晒啲 follower。仲有我哋可以掌控翻自己嘅 social media，唔需要被逼去睇廣告，唔需要俾啲大財團餵食，同埋冇晒私隱。咁只要我哋擁抱呢2樣工具咧，我哋就唔需要再被困住喺個老鼠籠入邊，而係主動選擇一條自由嘅道路。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